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微小世界。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说 AI 到底可不可能替换掉程序员？那么直接说我的结论吧，我觉得很难，至少 AI 在短期内甚至长期内都无法替代掉所有的程序员。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先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个小故事吧，就是这2天我一直在改 bug，因为我们的应用刚刚上线嘛，然后也有一些比较支持的用户，他们很努力的用我们的产品，然后呢也提了不少宝贵的意见，反映了不少的问题。那么大部分问题呢都可以通过 AI 来帮我解决。纵使不是说一次性成功，也能通过多次的和 AI 的交流，提供它方向，把大问题换成小问题，等等方式来解决掉一个问题。而且在一个问题上卡的时间，基本上就算是难题，也不会卡到超过1个小时或2个小时。但是昨天有这么一个问题，它是彻底的把我和 AI 都给难倒了。我在这个问题上卡了有5-6个小时，这非常不符合我以往的工作习惯。我一般来说，一个问题如果超过1到2个小时得不到解决的话，我就会先做别的事情，回来再来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昨天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重要呢？因为它是我们的一个非常核心的播放器组件出问题了。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不然会非常的影响用户体验。它是什么呢？就是在播放器中，当用户换画质的时候，比如说从 1080p 转换成 360p 之类的，它就会把整个音轨给消音掉，然后整个视频就没有声音了。刚开始呢，我并没有觉得说这个问题有多难的解决，因为很快我就知道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我们使用的一个背后的一个播放器机制，它在调画质的时候呢，会重新读取一段视频文件，那段视频文件呢，它是不带音轨的，所以它的主音轨和每一个画质的视频文件它是分开来的。然后呢，我就把我的分析结果，包括我的一些解题思路，通通给了 AI， 然后 AI 开始尝试。不断的尝试，不管怎样，它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甚至在想说，为什么解决不了呢？不就是这么简单吗？把主音轨搬过来，跟你的不同画质的视频文件整合起来，给用户不就好了吗？可是 AI 也就这么试了，也就这么做了，它就是解决不了。然后后来我在想说，那会不会是我们的播放器跟这个视频文件不兼容呢？跟这个音轨文件不兼容呢？ AI 说有可能，那我们就换播放器吧。 OK， 换就换，反正有 AI 在，换播放器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就这么一搞，2个小时过去了，我们换了有2个播放器，然后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在那个时候呢，我已经开始是有点绝望了，因为我觉得 AI 不管怎么做，它就是得不到我想要的，而且不管我怎么告诉 AI 一步一步怎么做，它也是得不到最终的结果。而且 AI 已经在中间多次的告诉我说，这就是你们应用的局限性，你们就想想看要不要让用户就这么用下去。这真的是个非常糟糕的答案，怎么可能让用户直接这样子用下去呢？没有声音，换完画质，你声音就没了，这多么恶心！基本上我知道，如果当我换了多个的 AI agent， 开了多个的 AI 窗口，如果 AI 还在告诉我说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我就得自己上手了。所以我就开始把谷歌翻了出来，把 Stack Overflow 翻了出来，查那个播放器文档的这个背后的论坛，来寻找说有没有别的程序员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以及他们的解决方式是什么。你还别说，最后还真被我找到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不起眼的论坛，它告诉了我一个非常
算是有创造力的一个解决方式，就是在那个视频文件的 URL 后面添加一个音轨的这么一个变量。你还别说，我就这么试了一下2行代码，它居然就解决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说 AI 无法在短期甚至长期内彻底替换掉一个程序员的原因。因为纵使 AI 能够帮你完成或解决90%甚至95%的工作和问题，也还有那么个5%、10%的问题是 AI 没有遇到过的，没有见到过的。而且我想一想我自己的程序员的职业生涯，基本上我花时间最多的也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最让我头疼的，永远是那么不起眼的5%的问题。为什么呢？这些问题看似简单，但是它真的就是非常难解决，而且它对整个应用、整个产品来说又相当的重要，你又不能说把它放弃掉。反而是呢，代码量最大的95%呢，是做起来比较轻松的，因为它基本上就是比较基础，然后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例子可以让你去找去查，你只要模仿别人怎么写，对吧？基本上就复制粘贴，很多时候就可以解决，就可以写完一段代码。而这些呢，也就是 AI 比较擅长的，能做得非常好的地方。现在我基本上用的是 Cursor AI， 对吧？它基本上还是进行一个单个文件、多个文件的进行一个修改，对一个问题进行逐一的突破。那么更进一步的话，可能大家有听说过的像 Claude Code、OpenAI 的 Agents， 甚至 Cursor 的 Autopilot， 这些工具呢，它基本上就是可以接受整个 PRD 文件，就是 Product Requirement Document， 产品的需求文件，喂给它就可以通过你的需求文档来工作几十个小时，来完成你的整个基础应用。纵使这样来说，它也只是完成了95%的代码而已，还有那么个5%的问题 ，AI 也是卡在那，它也不知道，需要程序员来解决。当然嘛，随着 AI 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的深度学习，它能够把这个5%的问题缩小到4%、3%、2%、1%，甚至更小。但是越往后其实是越来越难的，因为它需要学习的这些边缘的一些案例是比较难的，因为这些在市面上，在我们的工作中本身发生的就比较少，我们自己程序员见的都少 ，AI 基本上也没法说很好的遇到这些能够学习的资料和内容。所以我觉得在可预见的几年内 ，AI 还是无法完全的替代掉所有的程序员的。它能够替代掉一部分的程序员，那些基本上就是可能，只会写基础代码，没有太多解决问题和分析能力的程序员。但是那些具有分析能力、搜索能力还有创造力的程序员，AI 基本是很难替代掉的。所以随着 AI 的进一步发展呢，我们程序员需要的不再是写基础代码的能力以及改语法的能力，不再需要说你要懂各种各样的语言、各种各样的框架，而你真正要学习的是对整个项目的架构的了解，对整个项目的底层逻辑，一些整个商业应用的这么一个深度的了解。还有就是程序员非常重要的解决问题能力、思考能力，还有就是搜索能力和一定的创造力。而且这些能力也将成为以后学校和公司培养一个程序员时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和领域。但是很讽刺的说这只会让程序员变得更加的重要，而且工作变得更加的繁忙。想想看，你以后简单的好玩的活都被 AI 给干了，留给你的都是那些难吃的、难搞的、需要你动脑子的活。因为真正让公司或产品出问题的那5%， AI 是解决不了的，还非得靠程序员来搞。所以我觉得 AI 并不会让程序员彻底失业，也不会让程序员变得更轻松，只会让我们掉更多的头发。
然后干更不喜欢、更不想做的那些工作。为什么呢？因为那个难搞的、难吃的活，恰恰却是最花时间的，需要程序员花大量的专注力和脑力来攻克。所以说，如果大家有兴趣走这条路的话，可能以后又要多掉几根头发了。好的，那么这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希望对各位正在学习的、正在创业的，甚至还在盘算说以后要不要走程序员这条路的朋友们，给这么一点我个人的意见和看法，希望对大家能够有点帮助吧。那么我们下期视频见啦，拜拜。